哎呦，小狐狸回来了。嗯。凤九这回是特意赶回来给姑姑过生辰的，祝姑姑继续做四海八荒万万年第一角色。姑姑听了此话，可还欢喜？欢喜。姑姑还是老样子，为老不尊。敢说姑姑老，就让你做一阵子小狐狸吧。这是个好东西啊，虽然不知道你是打哪儿偷来的。姑姑这是要去哪儿？当年的昆仑虚，仙雾缭绕，众神朝拜，怎如今也落到这种地步？原来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昆仑虚啊！从今日起，你们就是昆仑虚墨渊战神座下16弟子，紫兰神君。谢师傅。17弟子，司阴神君。谢师傅。师傅，这是我的天劫啊！师傅。勾起眼底的寂寞，对你的难舍。救师兄，救师兄！淹没3600年相守。师傅。
想忘记越深刻，忘了，醉了，以为放下了，却在梦醒后想起你泪。昨日途经十里桃源，到这安那处，给你取了3壶桃花醉。师傅为什么会给我带酒啊？明日不是你的生辰吗？姑姑深夜来此，就是为了偷酒喝。小丫头，你也跟了我一路，可领略了这天族第一圣地的风采。姑姑呢，要出一趟远门。这个册子里面记载了一个法术，这法术如今只有我一人知晓。若我死了，令法术失传了，四海八荒就要有大麻烦。你这铃铛是东华帝君给你的吧？我刚才一看便知道了。至于你这铃铛是如何拿来的，若姑姑还有命回来，再好好审。为何如此说？姑姑，你要去何处？你肯定是想问姑姑要去哪儿吧？你一定也知道，姑姑不想说的事情，谁拿我也没办法。你在此睡上3日，3日之后，我用来保护你的仙杖会碎掉，震动此铃，替你换来帝君。睡吧。果然要解除封印了吗？你个小仙，还是去保命吧。7万年了，墨渊魂飞魄散，也不过就困了我7万年。秦苍，你以为过了7万年就能快活了吗？我师父虽然不在了，他却将这封印术法传给了我。我白浅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将你再锁上7万年。你是墨渊的徒弟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青丘女帝白浅，也就是当年的司音。红莲焰火，你想封印我，除非是墨渊复生。哈哈
终其一生，在凡间受尽生老病死之苦，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哈哈哈哈哈！昨日这擎苍还有要醒来的征兆，今日怎么又如此平静了？哎呀，哎呀！小老儿参见帝君。你为何如此模样？回帝君，这日出时，这东皇钟似乎真的有了异动。可小老儿刚刚探出过头来，就被一个极美的姑娘给打回去了。极美的姑娘，正是。可是昨日随我来此处的小姑娘？哦，不是，不是。那会是谁？哦，对了，昨日跟帝君一同前来的那个小姑娘，曾用此笛唤走了童林。哦，这东皇钟已经再次沉睡，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。笛子给我吧。是。小仙告退。谁丢的扇子？算了，先收着吧。这里是哪里啊？我是谁啊？我的家人呢？这是你主人住的房间吗？我是谁？
想到，竟然还有凡人敢来这东荒俊极山。玉清昆仑山，7万年前，7万年前，我要你们全部陪葬！不可能！方才草屋里分明就是个凡人，而且与他的性别不同，可为何会有玉清昆仑山？赤炎金泥兽，你是何人？天族太子夜华。这山上怎么会有红色的闪电？我躲了你们天族7万年，你们为何要如此赶尽杀绝？因果自有报应。这是龙啊！啊，神龙！神龙！神龙！这金泥兽的红莲业火果然厉害，竟无法恢复人身。先在此处休息几日。你醒了啊？给。我屋里有只猫，希望你们能好好相处。好吃吗？嗯。
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小黑蛇，跟我走吧。这是何处？是他。梦境中，他是个男儿身，为何如今是个女人模样？你醒啦？你知道吗？你是我认识的蛇里面长得最俊俏的。你看，你头上还长了角，这手感滑滑的，真好。本君看起来很像蛇吗？你知道吗？在山洞里看到你的时候，以为你在冬眠呢。后来我想，现在不是9月份吗？还不到蛇冬眠的时候，就想你是不是受伤了，带你回来休养。金泥兽法力最高，却伤不了我的。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为什么这里除了飞禽走兽以外，都见不到与我一般的人呢？此兽是东荒郡极山，金泥兽霸占此山实在有余，自然没人敢上来狩猎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呢就只有这间草屋，我看你也是无家可归，不如你留下来，我来照料你可好？本君只要3日就能恢复人身，重返天宫，何须你来养？不对，我不应该同你商量的。我既把你捡回来了，你就应该留下来陪我。不过若你想要走呢，我也不拦你，但你不能再有其他主人了，好吗？主人？好了，我呢也没有打到什么东西，只有这些果子，你就吃这个果子吧。这扇子，莫非是玉清昆仑扇？一个凡人，怎么会有昆仑虚的法器？公主殿下，君上今日怎么如此早就歇息了？可是身体不适。回公主殿下，君上领了天君的令，去人间降服金泥兽了。金泥兽？那不是秦苍的坐骑吗？没错，就是那只金泥兽，因为一族变故，逃到人间去了。那君上他何时会回来？我这炖了1盅汤，怕晚了就会凉了。这天上1日，地下1年，君上这一来一去，最多1炷香的时间，肯定回来了。那请你替我将这汤端进去，君上回来恰好能喝。是。不来朝会，竟还让本君表彰他们各分支的忠心。父君息怒，儿臣以为，昆仑虚已经散了，天族更需要和睦，各分支头领只可以安抚。大哥说的不错，南有鲛人族，北荒也不太平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一定不能起内讧。本君明白，你们2个不必如此担心。叶华呢？回天君，太子殿下去凡间降服金泥兽了。那叶华不在，你们2个先说说，有什么好的计策，让各分支头领感觉到本君以和为贵的诚意？素锦，你先退下。天君，
你莫非以为素锦心向着外人？素锦自幼就被天君带入天宫，素锦……你一个女人，待在此处也无用，退下吧。是。素锦有个法子，可以安抚分支头领。你有法子？什么法子？封我做侧妃。封你做侧妃？天君封我做侧妃，一来不会助长任何一支的势力，二来也能让天下都晓得，天君对各分支是看重的。本君已经老了，早对后宫的事没有兴趣，会耽搁你。素锦只想为天君做些事，和我父君一样，为天下做些有益的事。正因为你父君为天族做出了牺牲，本君就更不能这样做。南有骄人之祸，北荒又有此乱，天族正是用兵之际。天君不要再犹豫了，此事素锦心甘情愿，绝无怨言。你这孩子不懂。这是你终身大事，不能草率。倘若天君觉得亏欠了我，可否应允下一件事？日后无论素锦有任何心愿，天君都会成全。我捡你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你受伤了呢？那些鸟被我捡回来的时候，也是用的这种草药，不出10日便可以好了。你忍一忍吧，很快就好了啊。你这是东荒特有的腐草，有去除腐烂之肉的功效，要配上再生功效的浆果汁才有用。如今你单独用这个，除了将我身上的伤口加深，并没有什么好处。好啦，我对你好吧？蛇是喜欢吃生肉的吧？蛇是喜欢吃生肉的，但我不喜欢吃。快点吃吧，会饿的。肉要煮熟了才能吃。你饿了我会心疼的。放肆！还不吃吗？你不吃，是不是想让我再亲你啊？不必，我吃就是了。此处的蛇真是聪明，还知道挑拣自己爱吃的东西。幸好那日把你带回来了，你比那些鸟啊还有猫都聪明多了。不如你跟我一起去集市上换些东西，可好？我在此处已经3日，该与你告辞了。虽然你将我身上的伤又加深了些，但心是好的。多谢3日款待，就此告辞。那我们说走就走吧。难道你看不出来就要下雨了吗？
要下雨了，先找个地方躲躲吧。听说太子在此处降服了金泥兽，若是早得了消息就好了。在天宫这数万年，都未曾有机会与太子殿下说上半句话。你这是要不语？太子殿下，今日不必不语了。是。乌云这样就散了？你又睡了？不是吃就是睡，真的是条蛇。太子殿下，素锦，天君，孙儿已斩杀金泥兽，特回来复命。好，你竟能如此顺利复命，果然不负本君所望。不过孙儿还是大意受了伤，有愧于天君的信任。可严重？无妨，轻伤而已。只是伤口处理不当，还需重新包扎。红莲业火并非等闲妖法，不要掉以轻心。是。慢点，这个收起啊！我帮你，往这，来给我，来把这个，来打一下。还有啊，行，来这个，好，这个推回去还能用。好，让这边还有点木头。来，先走，先走。大叔，请问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昨天呀，有一只通体通红的，如同雄狮一般的妖怪，对着此处喷火。哎，你看看，到处烧毁东西。哎，这老天爷呀，可能是保佑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。哎，突然呐，黑龙现身降雨，哎，将这火呀全熄灭了不说，还一个霹雷把那妖怪给劈死了。那妖怪可是如同雄狮一般模样？差不多都这么传。金泥兽，哎，大叔，您知道妖怪的尸体在何处吗？哎，你这姑娘好生奇怪，还要看什么妖怪的尸体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当初，大哥就是和父君的坐骑金泥兽一同失踪的。若真是金泥兽，就一定会找到大哥的线索。卖包子喽！张兄做的包子。卖了些果子，换了些铜钱。等一下，我们去吃茶听戏，走吧。哎，这符，看看这符啊！哎，这符若发生昨天的事啊，保证能受黑龙的庇护，毫发无损。来，哎，都有啊！都有。这符真的能驱妖吗？那当然，姑娘也想来一符？妖怪我不怕。一个姑娘家竟有如此胆量，居然不怕妖怪。他是被打翻在地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这英雄一个药法分身，翻身将那老虎骑在胯下，他是挥了3拳2脚。姑娘，你怎么又跟着我？我不买符。贫道只想问问姑娘这扇子的来历。捡的。卖给贫道如何？不卖，这扇子是我捡的第一个物件，我要留着做个念想。哎，留它有用，何必要强行留它呢？我说不卖就不卖。哎，姑娘，你看你，哎，你，姑娘，
为何在贫道画符之时偷走了贫道的扇子？谁偷你的扇子了？还给我！就是你！哼！刚才贫道在门外画符，你上来凑热闹，趁我不备就偷走了贫道的扇子。这扇子是我捡来的。哎，你，大家看一下啊！来，姑娘，既然你嘴硬，我们何不找一中间人做个见证，看看这扇子到底是谁的？扇子本就是我的，何须旁人评判？如若这扇子真是姑娘的，那你知道这上面画的是什么？又是何人题的字？是，有道理。我之前并未仔细看过。你当然不知道，哪怕你知道了，你也不知道这扇子的来历。这可是我祖师爷传下来的，传到我这里已经好几代了。嘿，此扇画的是仙山昆仑图，此扇乃仙家法器，玉清昆仑扇。玉清昆仑扇。嘿嘿，姑娘还有何话可说？来，这位公子看看贫道说的可有假？的确是一把宝扇，道长所言极是啊！是啊，贫道只想寻回祖师爷的宝物，并非想与姑娘纠缠。你还是快走吧。这扇子并非你的东西。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难道我能颠倒黑白，冤枉你不成？这明明是我在俊极山捡过来的。俊极山不是早就没人去的荒山了吗？是啊，姑娘说话真是越来越离谱。你将扇子还给我！还你？哼，我没送你去见官，就已经便宜你了。道长这话怕是说反了吧？你又是何人？此扇是我一位故友的，并非什么祖师爷的宝物，所以我更愿意相信这位姑娘所说的话。胡说八道！我就问道长一句话，这扇你可会用？这既是宝扇，怎能随便用？哦，道长这就害怕了吗？你们是一伙的。此扇是个呼风唤雨的法器。怎么，道长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吗？我那位朋友可是眼睛里揉不得一粒沙子的人，若是让他知道他的法器被一个破道长据为己有，怕是会把你丢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，再也看不到这凡间景象了。贫道不识泰山，不识泰山，贫道不识泰山。姑娘，请收好此扇，勿要在人前招摇。此扇确实是个法器，可能会引来不少祸事。真的吗？方才看到姑娘，像是看到了我那位故人。可惜他是个男人，你是个女人。我看起来竟像个男人吗？神似而已。姑娘，告辞了。姑娘，公主殿下，这扇子既然是你旧有的，不如送给你吧。送给我？你不是说这扇子是法器吗？反正也是我捡来的，留着它我也不会用。既然这扇子对姑娘有意义，不如就送给你。谢谢你方才为我解围。刚才那位道士抢，你却迟迟不肯松口。现在他跟我抢，
我自然不会给。但是现在给姑娘，是我情愿的。这，让我如何谢姑娘才好？不必谢，你收着便是了。这不好吧？姑娘不必跟我客气。如果姑娘觉得不好，送我一样东西可好？好，你尽管说。姑娘都不问我想要的是什么，便一口答应我吗？万一我要的是无价之宝呢？姑娘也不像这种人啊。就算姑娘要了，我也一定会满足你。我并不看重那些身外之物。那姑娘想要的是？我想要的东西很简单，随我来。殿下怎么会跟这个凡人似的？你怎么从山下一路睡到现在啊？哎，现在才9月，你就已经冬眠了吗？太子殿下，臣已处理好了。只是臣发现，太子手腕上的伤并非是红莲叶火所伤，而是东荒特有的腐肉草所致啊。是，本君不小心碰到的。先退下吧。是。方才我跟你说素锦的婚事，你没什么要说的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说点正经的。今日的奏折我都帮你看了，长海鲛人族一直是父君的心病，方才又提起了我。长海水军胆小怕事，并不擅长用兵，恐怕最后还要你亲自带兵平乱。我料到，我已有出兵的准备。不错，鲛人族的头领曾是擎苍的心腹，又不满这一任离境义军的管制，不早日除去，始终是个祸患。而且还有一点，梨苑的母后就出自这一族。幸好当年天君听了东华帝君的话，扶离境上了位。如果让梨苑继位，恐怕今日会更麻烦。就算当年是梨渊上位，也不过如此。擎苍那2个儿子，都不是什么君王之才，自然是比不上你，一出生就是储君，也从未让我们失望过。放肆！鲛人族这件事需要得有好时机。最好是让长海水军向天族请兵，我们才能名正言顺地出兵。四海是封地，都有各自的水军。如果我们贸然出兵，会让诸侯以为我们想要收回封地，需要一个好理由。三叔所想，跟我不谋而合。那鲛人族的事儿就算说完了。啊，我就帮你带了这1日的朝事。也就这么一桩大事，却如此心累。来，说点私话。是你的私事。什么事？你和青丘白浅的婚事。天君方才在大殿上，命大哥和众仙官商议迎亲的礼仪。毕竟是胡帝唯一的女儿，马虎不得。方才定下的婚事，为何如此急着迎亲？
我也不懂夫君为何如此着急，恐怕是因为你二叔出那档子事儿，怕再有变故得罪青丘吧。你去哪儿啊？找司命星君问些话。哎，表哥，怎么走得那么急呀？哦，是因为素锦要做天妃，去跟天君抢人了吧？这种话你也敢说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！三殿下，素锦啊，听说天君急着封你做天妃，怕再不过几日，你也不用再向我问安行礼了。天君宫中天妃无数，素锦哪怕嫁过去，也还是要给三殿下问安的。素锦姐姐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表哥都已经走了。你真的要做天妃吗？你是功臣之后，天君待你那么好，只要你说不愿意，他一定不会勉强你的。并不勉强，是我心甘情愿的。你不是一直喜欢的都是我表哥吗？这话，之月以后你就不能再说了，知道吗？哦，知道了。我来本是想看看太子殿下的伤势，既然太子殿下已经离开，那素锦也就告退了。去吧。反正我是除了帝君谁也看不上，以后谁也别想逼我嫁给别人。你呀，就别惦记帝君了。这九重天上，你惦记谁都可以，你夜华表哥也能给你做主，唯独东华帝君绝对不可以。不行就不行，你还加个绝对，吓唬我啊？你是不懂，也不需要懂。反正你记住了我的话，东华帝君绝对不用惦记。他那个人，纵使你有千百柔情，也换不回半点回馈。他又不是块石头，我对他好，他能不知道吗？他还真就是块石头。你看过天族的史籍吗？他最初是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神仙，连父神都不知道他的来历，所以他真有可能是石头里蹦出来的。哼，你就吓唬我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怕我真的嫁给帝君以后，按辈分你就要给我行礼。哎呀，华他表妹，我怕了你了，我真是怕了你了。你说墨渊上神和司音上仙的仙体是一道消失的？不错。当年昆仑虚余下的弟子疯了一样找他们，可始终没有结果。所以，还有人猜测，司音和墨渊上神已不是师徒之情，但又不想背负师徒的名分，于是借着异族大战诈死，与司音双宿双飞了。竟还有如此荒谬的事！就是因为太过荒谬了，帝君他老人家才编写了“双双归隐”这句话，让人写入了典籍，只为了堵住悠悠众口。照你所说，那玉清昆仑扇是司音上仙的法器，怎会流落人间？司音失踪的事，始终是天族的一个悬案。殿下若要深问，怕是谁都说不清。就算是昆仑虚那些上仙们也说不清。或许司音当年大战时将这法器掉落了人间，是有可能。太子殿下说的那位拥有此扇的人，可有什么疑点？他只是个凡人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
喂，你都睡了7、8天了，还不醒过来？嗯，这还没到冬天呢，你怎么就冬眠了呀？你醒啦？我还以为你要睡到明年春天了呢。你看这床被子好看吗？我就等着你醒过来给你看呢。太鲜艳了。我跟你说，虽然鲜艳了一些，但是我就喜欢这种大红色。你看我平时穿的衣服也都是那么素净的，偶尔换一下不好吗？你虽然长得不太好看，可这穿衣品味倒也不错。比起那些女神仙的云淡彩衣，这些素衣才最好看。你的绸衫，我不在时，可是发生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虽然现在是9月，还不是特别冷，但是我听说喂，蛇之所以你不要再拖了，就是因为怕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所以在我面前宽衣解带，成何体统？好心的姑娘给了我这床被子，我们一起盖上就不冷了。来，这样就不冷了，睡吧。那玉清昆仑山是个厉害的法器，你一个凡人既然无法用，丢了也好，免得浑水保护招惹太多。数千年月，只为花